那个小洞是不是飞弹造成的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大家来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！这个地方门票一定要提前一天预约，在网络上预约，然后预约完了之后，这里来了之后门槛挺多的，然后手机可以带，但是自拍杆不能带，平衡器也不能带，三脚架不能带啊，我只能带这样，只能带这样了。啊，等一下看那里好大，你看，你那一架我坐过。我之前在西安还有幸做到过，就飞上天空转一圈这样，没有飞很久。所以他们应该都是鼓刹是吗？所有轮子都是鼓刹。为什么每次一进来就开始研究刹车？这对飞机也没有很不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两台涡喷6涡轮喷气发动机，1963年9月试飞，12月定型。鹰击6号空舰导弹，长那么大，你站在旁边看一下，这比我依维柯还大哎。可能当年的科技只能造这么大个吧，没法缩小。蒸汽瓦斯鱼雷，蒸汽瓦斯鱼雷让燃料和水同时进入燃烧室，燃烧后产生蒸汽，带动螺旋桨旋转推进。蒸汽鱼雷总能量高，速度快。鱼雷艇，买的苏联的，不是很大，很小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在海上很小。120毫米高射炮，哇！哪一年的49年被解放军缴获。Tim 还是疯了，你知道吗 ，Tim？其实大家都要这台的6缸，不要12缸的。这几缸的？12缸。对啊。其实6缸比较保值，因为12缸太重了，操控性有问题，而且这引擎很多问题。6缸也不少问题。哦，原来肩巴这么长啊！这还好长啊！机长19.25米。这根不能算进去吧？如果这根也算到，他说不算，不含空速管，不含这一根吼。对。哇，58年。第一种地对地导弹，最大射程你看590公里。东北接收的日准99战机，哎呀，这个你看，东北老航校设备缺乏，自行车系统打不进去啊。由原国民党陆军航空少校驾驶，1983年4月才从台湾飞回大陆。还是Saber， 哦，这一架又是哪来的？这一架是真的，这也是真的呢。你看那时候的美国飞机有没有？你看那个座舱罩，都是人的，都不会阻挡视线。那个米格机嘛，他们知道他们的不是有液压吗？以前飞机不是有钢线有液压，对不对？米格是用气压，气压，气压控制的优点，他们说我爸说他们那个起落架里面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 compress air tank，他们说那个操纵面感觉比较没那么直接，跟液压比起来，优点是轻，你不用带那么多液体嘛，对吧？而且气压的空气是源源不绝的，从压缩机一直从那个发动机提供嘛。你如果中弹了，不会像那个液压一下漏掉就掉下来。他们说以前离心室好像可以挨那个燃烧筒嘛，这叫燃烧筒，一颗一颗的，对，燃烧室嘛，对吧？他说有时候你中1-2颗子弹还能飞呢，只要不要打到后面的压缩，前面压缩跟后面压缩，这好像有点漏气都可以继续走。
可是那种轴心式的一根的那种，知道吧就不行，知道吧一点点伤害就掉下来了，所以这很耐打。以前坦克那个最薄就是车顶，从上往下打很容易打穿。铜炮、铁炮、氢弹、前装弹，清代的，这应该是最接近现代的这个，然后后面漏的。好像有法国的，有美国的，还有德国的，这也都日本的，这也日本，不懂啊，真的不懂。为什么这么多种？对啊，有必要这么多吗？而且为什么中国什么都有？你知道吗？你从美国、日本、苏联都有，德国的、法国的。怎么连瑞士的都有？意大利也有。第4件，但不知道这个 armor 有多厚实。看侧边。那时候拼的都是厚度，其实焊的很漂亮哎，不是说懂不懂你看看那焊接工艺就不错啊，还行啊。这1950、60年代的东西，但你看另外的这个就有差了，对吧？哦，这个就，哦，这个厚度。看那个 YouTube， 我说这个残骸不是一架4架，4架拼成一架吗？这上不是写了吗？4架。当时他们去美国训练的时候，因为飞太高了嘛，要穿太空衣嘛，不是跟你说过嘛？然后飞机很刚出来的时候一直很有问题啊，然后跳机嘛，跳机之后，哎呦我的妈！看那个小洞是不是飞弹造成的？是不是就是飞弹碎片？看见了。打烂了，打碎了，挺拼的。Firefly 吗？哦，不是 ，Sherman。哇！你看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坐得了人吗？坐进去，意大利双人的。Reconnaissance tank， 还有更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好像就是只有前面有一个罩子，后面是站上去的，有点像是那个 snowmobile。哎，你说这种枪它在打的时候应该是有2个小袋子，一个袋子里装火药，然后捅进去，再拿一个袋子里边是装的那个铁砂或者铁球什么，再捅进去，然后再打。还不能 reload， 因为你可能到第2次倒火药的时候它就炸掉了，因为里面还有没烧完的那个火苗。对，因为还有那个热度。对，所以你要准备2、3把在身上，一次一发。这里面没有那种炮啊，就是应该有吧？估计再逛逛那种。你让打，你带我打那个炮那种。我估计也会有。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加拿大有 anti-tank rifle， 对，这应该就是当时的巴雷特吧？啊，它一次一颗。中国，这是中国造吗？哦，火绳枪，这中国造火绳枪。这根木头带了一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37是什么东西啊？37手雷，抗日跟地，我是手雷啊！这会太大一只。这怎么扔？这你在旁边看见没？
这比棒球棍还大哎。48，手雷，没有是哪个国家？抗日根据地地造手。地造什么？handmade 哦，日本的。这打坦克的，专门打坦克的。哦，这坦克的。穿甲弹。啊，这个是船的。那个居然是导弹，反坦克导弹。看到这个枪，这是那个美军2战的 Grease Gun， 超级廉价的，整个是 Stamp Sheet Metal， 就是铁皮压出来的，两个合起来焊在一起，焊死的。然后整个 safety 都那个安全，就这个盖子一翻就射，一关就射不了。就是为了供应战争。对了，就是便宜，没有什么生产快，没有什么特大的优点，也没有什么缺点了。就是优点就是便宜啊，缺点的话，射速有点慢，就是哒哒哒哒哒。你听过那个声音吗？连那个后面那个还是点焊上去了，然后这还是铆上去的。唯一有车的可能就有了，里面还有点零件了，但是你就是真正可能就枪管车一车，然后就最便宜的方式做出这把枪。哎，艾迪，你看这个枪做工好像也很简单。哦，没有，这枪的木头很贵。哦，你把木头加工成这个样子，你看那个枪把，那都很费时的，那都是人慢慢磨的。哦，你看那个机枪，我看很明显的，超过12厘米之后，差不多这段就人可以手握极限了，后面就得用坐着了。哦，所以诺曼底登陆扫美军的就是这一把，可以换枪管了，枪管过热可以直接换掉。替你抱着它，